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为何缺席酱园弄宣传？剧组分裂真相藏不住了。赵丽颖缺席酱园弄宣传引热议，与第20条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章子怡杨幂互动热络，性格差异或成关键，但档期冲突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期待观众聚焦电影本身，共赏这场视听盛宴。近日，随着电影上映日期临近，酱园弄剧组全员开启营业模式，积极为影片宣传造势。然而，备受关注的赵丽颖却再度缺席相关活动。同样是作为配角参演，回顾第20条时期，赵丽颖不遗余力地为影片宣传，可到了酱园弄，她却一场活动都未参与。这般鲜明的对比，着实让人忍不住感叹，这种区别对待实在太过明显，连路人都轻易察觉到赵丽颖与酱园弄剧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微妙关系。自酱园弄宣传工作启动以来，章子怡和杨幂互动频繁，关系热络，几乎每场活动都能看到杨幂紧紧跟随章子怡的身影。而在有杨幂出现的场合，赵丽颖似乎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性格差异，爱人内向型人格碰到艺人外向型人格，在热闹的宣传活动中，或许真的容易陷入略显尴尬的境地。不过，在我看来，仅凭活动参与情况就断言赵丽颖和剧组关系不好，未免有些片面。演员的工作安排复杂多样，可能存在档期冲突等不可抗力因素。而且，一部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每个演员的努力，无论是否参与宣传活动，他们在影片中的付出都值得被尊重。希望观众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电影本身，期待酱园弄能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赵丽颖缺席酱园弄的宣传活动，让不少网友和影迷都感到困惑与惋惜。作为这部影片的核心演员之一，赵丽颖在作品中的表现本该是宣传期的焦点之一。然而，从电影进入宣发阶段以来，无论是路演现场还是海报拍摄，赵丽颖几乎未曾露面。这种现象不仅引发了观众的猜测，也让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她与剧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更深层地探讨娱乐圈内部的运作机制，演员之间的性格差异所带来的合作张力。要理解赵丽颖缺席宣传的背后原因，首先需要回顾她近年来的职业轨迹和个人选择。赵丽颖一向以敬业和专注著称，从花千骨知否知否到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她从流量小花一路走到实力派演员的位置，背后离不开对剧本、角色以及创作质量的高标准。也正因为她对演艺事业的执着与较真，才让她在观众心中逐渐建立起角色信任感，只要是赵丽颖演的，值得看。基于这种背景，她参演酱园弄本应成为一次再次攀登的关键节点。然而，在宣传期的集体缺席，让人不禁质疑，她是否与剧组的价值观、宣传方向出现了分歧。从目前外界的信息来看，酱园弄作为一部集结多位实力派演员的作品，其宣传策略显然更倾向于突出群像而非个人。张子枫、章子怡、雷佳音等演员频频出现在媒体视野，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媒体采访与市场曝光任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丽颖的失语状态，这种安静并非她一贯的风格。外界猜测，这或许是她个人选择低调，也可能是与剧组内部协调上的不一致。更有甚者提出一种观点，赵丽颖在项目后期逐渐意识到作品宣传风格与自己定位不符，因此选择了软性疏离。这一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证实，但从赵丽颖过往参与项目的经验来看，她从不轻易缺席一个自己认同的创作。另一方面，赵丽颖缺席宣传引发的大讨论，也反映出观众对她在行业地位的一种期待。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调派艺人，更多时候是用作品说话，而非依靠话题流量维持热度。她敢于沉默，也敢于缺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选择，
当一个演员将全部能量放在角色塑造上时，对外的表达也许不再是必要的。可现实是，在当下这个流量高度密集、数据成为主导的市场，任何一个主演的离席都会被放大解读，甚至可能牵动整部作品的市场走势。这就是赵丽颖的处境，在艺术表达与商业运作之间，她所做的选择也许无法讨好所有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酱园弄》这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多女性视角特质，也让剧组在宣传策略上更倾向于突出整体氛围，而非个体突出。在这样的框架下，赵丽颖作为其中一环，无论是因剧本重心偏移，还是剪辑成片比例偏少，宣传时的销声也许是市场行为的反应，而非她个人的主动回避。再者，她一直以来都坚持以作品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避免将私人与作品捆绑，即便缺席宣传，也未见她在社交平台上为自己辩解或发声。这种沉静背后，是她一以贯之的职业态度，不喧哗，自有声。当然，也有声音认为，赵丽颖的性格与其他演员存在天然差异。她不善社交，不擅长拼场，早已不是新闻。在与团队合作过程中，她更习惯以专业沟通代替情感粘合。这种低社交粘性的风格，在面对一个需要群体默契与高密度曝光配合的宣传体系时，难免出现边缘化的局面。不可否认，在一个讲究宣传节奏感的电影项目里，一个主角的疏离感是容易被误解的。赵丽颖是否适应这种大船型的项目合作节奏，是观众需要留意的点。或许在她眼中，一个角色的价值并不需要以热搜来背书。更有网友指出，从赵丽颖以往参加项目的选择来看，她更偏好以剧集为主的长线内容，而非电影的短期曝光机制。这或许也是她缺席电影宣传的深层原因之一。剧集能让她长时间沉浸于角色之中，并通过多集的层层递进来铺陈人物，而电影则更依赖于精简式呈现与宣传资源的密集投放。在这样的语境下，赵丽颖是否真正适应电影节奏，值得深思。而此次酱园弄的宣传缺席事件，也许正好为她未来是否在电影领域深耕埋下一个分水岭。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现实因素，赵丽颖目前的资源选择已明显趋于个性化、定制化，她拥有足够的影响力，也具备独立做出不上某个通告、不参与某个宣传的能力。这种主动掌控，不一定是消极逃避，更可能是职业成熟的体现。对于一位已在业内打下稳固地基的演员来说，他完全有权利为自己做减法，也有能力选择只聚焦于对作品有实质推动的曝光。这种职业自由本身就已是对他多年来努力的一种回报。总的来看，赵丽颖缺席酱园弄宣传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其实远不止于一场活动的缺席，而是行业生态、人设预期、项目协作、性格基因等多种维度的。出道10年大回顾，王一博作品遍地开花，谁才是你心头最爱？王一博出道10周年，硕果累累，作品类型多、数量多、荣誉多。这还有这就是街舞345等综艺没写上呢。作品太多，无论粉黑都还要争论排序，这让别人作品少的情何以堪，都想不到还能有这种烦恼。这个作品表不知道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他本人审过，基本上跟我个人心中排序一致。这显然就是把作品划分为影、视、纪录片3大赛道了。每个赛道下的作品根据成绩、对个人发展的助力和社会影响力再排个序。无名、探索、心境、追风者分别是各自赛道的领头。无名是老大，这点无需多言了。他自己说了，无名是他走向电影领域的最大节点。无论从票房成绩、奖项荣誉、演技口碑、意义和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来说，各方面都是最重要的，奠定了他进入电影领域的基础。无名为他打开电影世界的一扇门，他得以学习到学院派的编导演的专业知识，开拓了眼界，
可以预见未来会影响到他的事业规划和作品风格。探索心境和追风者并列第二。纪录片是他开创的赛道，他是发起人，参与审片，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心境必然产生深远影响，触发他更多的职业可能性。所以多宣传探索心境吧。电影赛道成绩最高，所以每部电影字都很大。我的朋友应该加粗，这可是获O3主竞赛提名的哦。相比热烈，我个人更喜欢长空之王。客观来讲，长空之王影响力更大。一番电影，票房能打，主旋律，国民度高，老少皆宜，有长尾效应。很多的社区、农村、学校都放映长空之王，每逢佳节常展映，外宣活动也常对外秀肌肉。这样的电影会成为一代人的成长记忆。长空之王和探索心境一样，都很有男性硬朗气质，可以打开男性观众的市场。但是热烈字体大一点儿也没问题，每个人喜爱程度不一样，可能工作人员就按票房高低排的，那也行。热烈是外宣小能手，这2年各国的中国电影节上展映次数最多的影片，海外市场反响也很好。理想照耀中国和长空之王放第一排，我很满意了，俩都是一番。电视剧的排名，冰与火在转上星之后收视不错。个人觉得，我的朋友和冰与火这2部的排序可以调高一点。出道10年，10年沉淀，王一博已然从那个青涩少年成长为如今在影视、音乐、综艺乃至赛车领域都拥有极强话语权的全能型艺人。一路走来，他交出了一份华丽的答卷，每一部作品都不只是作品，更像是一段成长的印记。无论是角色选择的精准，舞台表现的沉稳，还是他在生活中所展现的品格和态度，都令大众对王一博这个名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因如此，在这场出道10年的成绩展览里，无数粉丝和观众都陷入了同一个幸福的烦恼。到底哪一个才是我心头最爱的王一博？回顾王一博的影视履历，从《陈情令》中的蓝忘机开始，他几乎一夜之间红遍全国。但真正打动观众的，不只是他俊朗的外貌，而是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极致克制的表达方式。蓝忘机是一个情感内敛、规则至上的角色，而王一博以近乎极简的方式去诠释复杂的情绪，将观众拉入了一个深沉的内心世界之中。可以说，这个角色至今仍被称为不可替代，不仅仅是因为剧的火热，更因为王一博对蓝忘机的神还原。紧接着，《风起洛阳》中他化身百里弘毅，一位初看吊儿郎当，实则心有大义的贵公子。在这部古装权谋剧中，王一博在表演上更为外放，从神情、语速到肢体语言的变化，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在不同类型角色中的调度能力。对于一个青年演员而言，如何跳出爆款带来的固有印象，是一大难题，而王一博做到了。无名则是他首次挑战谍战电影题材，在众多实力派演员中依旧不显稚嫩，反而展现出与角色合为一体的沉稳气质。他在片中饰演沉默寡言但忠心耿耿的年轻特工，不靠台词取胜，全凭微表情与眼神传递情绪。这种收的表现恰好印证了他10年积累下来的表演功底，也因此在一众评奖中频频被提名，被称为流量中最能打的演技担当绝不为过。而在音乐领域，王一博同样从未停下脚步。无论是《无感我的世界守则》这样的个人作品，还是与品牌或公益项目合作的定制歌曲，他都以极高的完成度刷新着大众对偶像歌手的认知。他不是单纯为了追求热度而发歌，而是将每一首歌视为情绪表达的窗口。尤其是在 Z 世代追求共鸣和真我表达的语境下，王一博以真诚的词意与制作态度收获了大批年轻听众的心。他的歌或许没有华丽的技巧炫技，但却直击人心，温柔而有力量。说到综艺，更是绕不开这就是街舞。从一开始的战战兢兢，到后来的自信满满，王一博的舞台魅力肉眼可见地日益爆发。
他不仅跳得好，更懂得怎样带领团队，怎样做一个领舞者。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街舞圈的尊重，更向大众展现了偶像二字该有的专业性、敬业精神与团队意识。在观众眼里，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一个真实而有温度的舞者一博。除此之外，王一博在赛车界的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从热爱到参与，从参赛到夺冠，他不是以艺人的身份混迹于赛场，而是以赛车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哪怕被撞车、摔倒，他都不曾退缩，而是以无数汗水与伤痛为代价，换来一个职业赛车手的身份认证。他没有借助流量开后门，而是实打实的在专业领域留下了属于王一博的名字。这种在别人口中的不务正业，却恰恰体现了他破圈背后的格局和野心。商业代言上，他同样频频登顶。从国内本土品牌到国际高奢，从科技新品到绿色环保，他的代言涉及多个领域，且带货力惊人，影响力广泛。品牌之所以愿意押宝王一博，不只是因为他的流量，而是他身上那种真实感和可信度。他是当下娱乐圈少有的干净流量，低调、专业，不炒作，却能用作品与态度征服市场。这样的王一博也成为了许多企业眼中理想的代言人形象。当然，在这10年的旅途中，也并非一路坦途。外界的质疑、流言蜚语甚至黑热搜层出不穷，但王一博始终选择以沉默应对，以行动回击。他从不急于辩解，而是默默耕耘，以一次次高质量的输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10年光阴，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却也始终稳如磐石。他的粉丝群体也因他的清醒与坚韧而愈加坚定，无数人为他的成长而骄傲，为他的坚持而感动。王一博的10年，是成长的10年，是沉淀的10年，也是不断突破自我、刷新定义的10年。或许你爱的是《陈情令》里那个沉默如水的蓝忘机，或是风起洛阳里古灵精怪的百里弘毅，或是舞台上燃炸全场的舞者一博，又或者是赛车道上全力以赴的职业选手。但无论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身份，他们最终都汇聚成了王一博这个被千万人喜爱的名字。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你最爱的那个王一博是哪一面？是温柔坚定？是冷静自持？是执着专注？还是努力不止？其实，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正是这些多维度的光芒，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真实、独特的王一博。在未来的日子里，王一博将继续前行，也许他会尝试更多你意想不到的领域，也许他还会交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他仍怀揣热爱，不断向前，我们就始终有理由相信，更好的王一博还在路上。所以，亲爱的读者，在王一博出道10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上，不妨也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属于你和他的回忆。也许是一个舞台画面，也许是一句歌词，也许是一个角色的眼神。那一刻，你动心了吗？你被鼓励了吗？如果有，请你带着这份感动继续陪他走下去。未来很远，但陪伴很近。王一博仍在路上，你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